各位同学以及全世界的中医师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恒伟医师。现在呢，新冠肺炎造成了全球性的一个恐慌。那我知道我们很多中医师朋友也在紧张，也在担心。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大家要用正面的态度来看待。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很多人是没有医疗资源的，而有些人是纯粹只有西医这个医疗资源。可是各位，我们中医师，我们多了一个中医这个资源，这个绝对是一个有效的武器。大家只要善用它，一定比世界上更多人还有这样一个信心来克服这个疫情。所以请大家不要恐慌，我们要谨慎，要有信心。那现在我来讲解一下怎么用我们的中药来应对这一次的一个新冠肺炎的疫情。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想想看，一个人很正常的生活中，为什么突然间会面临到这种健康的威胁呢？这就是为什么，因为他得了一个表症。所以第一件事情一定要记得，从头到尾，从这个发病到最后结束，一定不能忘记一件事情，就是要解表，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它就是一个表症啊。第二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记得要解毒，这个详细的观念在我频道的另外一个影片，大家可以再去看个详细。那首先我先带大家看一些报道 ，OK。好，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天下》杂志的报道，中日康复患者经传再度确诊新冠肺炎，竟会复发。好，这里讲的是一个日本的女性，40岁的女性，她第一次被确诊是在1月29号，然后呢，2月6号被检测为阴性以后，被宣布康复出院。1周后，她的症状完全消失。2月21号，她却因为有喉咙痛，然后呢腹痛，再次就医。26号，不到1个月，她又发现病毒检测又是阳性，而且又再度出现明显症状。那另外一篇在联合新闻网的报道呢，是武汉的一个新冠肺炎的患者出院后又复发，最后竟然还猝死。所以这告诉我们毒如果没有把它真的处理掉，它有可能再复发，或是跟你和平共存，这都有可能。所以我们尽可能还是要解毒，这个很重要。好，大家看到了吗？其实，在《金匮要略》里面也讲到类似的事情，在《伤寒金匮》也讲到类似的事情。有时候你这个感冒没有完全好，病毒还在身体里面，这个毒还在身体里面。它有时候只是隐藏起来的所以有些女生在月经的时候呢，刚好得了感冒，这个病看起来像表症，经过一些可能也许吃成药之类的，看起来感冒好像好了，其实它只是躲到半表半里。这个时候，有时候这些女生会怎么样？每个月经来的时候就喉咙痛啊、发热、发烧啊、打喷嚏、流鼻水，这个时候就代表这个病在半表半里。因为有热入血室，那我们就要用什么？用小柴胡汤去处理它。好，所以同样概念，其实在我们内经里面已经讲到这样的东西了内经在《素问·生气通天论》里面讲到他说呢，故风者，百病之始也。清静则肉臭必具，虽有大风科毒，服之能害，此因时之序也。这里有个重点在告诉你，叫做大风科毒。所谓的大风，代表比原本的风寒暑湿，照我来讲，它的传染力更强，因为风为百病之长。所谓的科毒，代表古人早就认为，在内经里面就告诉你的，有些病非常的强，这个毒性很强，甚至可能会致命的。但是我们重点来了，这个毒，中医讲的毒，当然跟现在的冠状病毒这个毒不能完全划等号啊，因为中医古人并看不到那个病毒的样子但是至少我们认定说有一个会急剧影响生命，让生命受到威胁，那个越强的那就是毒那越强的毒当然对生命的威胁越强。所以这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内经里面都告诉你的，在风寒暑湿燥火以外，还有一种叫做大风科毒应该讲叫科毒，强的毒。所以我们在用药上依据内经这样的想法，也一定要用到我们中医的解毒药，清热解毒药，了解吗？好，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用药的时候要处理表症，处理表症的原则是要祛风、解表、解毒。那我们的解表药里面有大致上分为2类，一类是辛凉解表药，一类是辛温解表药。我们用药上的比例呢是2分的辛凉解表搭配1分的辛温解表，
也就是治疗风热感冒的比例跟治疗风寒感冒的比例是2:1。其中呢，治疗风热感冒的药里面一定也要加上一些解毒药，比如说金银花本身又可以解表，又可以清热解毒。好，比如说板蓝根这样的药也可以放进去。好，所以基本上你就用这样个2:1的比例来治疗。那我们临床上用药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用呢？可以用比如说银翘散2克，搭配一个比较治疗风跟寒跟湿的金防败毒散。好，这样银翘散2克，金防败毒散1克，或是普济消毒饮2克，藿香正气散1克。好，总之就是这样一个2:1的比例，以清风热为主，去风寒为辅。好，另外清风热药里面一定要加一点清热解毒药，因为它就是一个毒。好，第二组药方呢，记得我们一定要怎么样？要处理肺的问题，因为它就是一个新冠肺炎啊。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要化痰。好，那再来就是说一个重点是说，不要因为它一开始干咳，就把它当成是那种燥邪导致的干咳。要记得啊，人体为什么会想咳嗽？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怎么样？它排除异物，虽然听起来好像在干咳啊，但它是一种新冠肺炎，它并不是那种燥邪哈，你要去滋润的那种干咳，而是它可能痰在比较深的地方咳不出来。好，所以呢，我们基本上还是要做化痰动作。好，所以一个很适合的处方就是止嗽散。好，它本身就是一个蛮多在主要主轴在化痰。好，里面有陈皮，有桔梗。好，那重点是你还可以再加上贝母，可以再加上前胡，所以整个处方呢，一个咳嗽药你可以用止嗽散3克，好，贝母0.5克，前胡0.5，或是你临床上你们当地比较有的因为现在很多中药都短缺的，你比较适合的，你拿得到的中药，就记得重点在化痰。所以，那这两个处方要怎么来运用呢？记得，好，你就是先吃解表的，好，我们刚讲的银翘2，好，然后呢，金防败毒1，好，吃完以后呢，2个小时后再吃咳嗽化痰的，好，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止嗽散加减，好，所以2个小时吃一次，2个小时吃一次，交替这样是 A B 这样吃，好。那一天吃6次、8次，在这种危重症急重症都没有关系的当然要跟西药间隔基本上是2个小时比较恰当一点或者是如果真的比较严重一点，你甚至还用到水煎药这个观念很重要那如果遇到有腹泻，因为我们看报道也有一些有腹泻的问题，如果遇到有拉肚子的话，当然你可以在我们刚刚那2种药的间隔或者是你再找个时间点来吃。你们能够拿到药，可能就比如说葛根芩汤，但是最好再加上白花蛇舌草、金银花这些也有解毒效果的药。好，那如果真的都没有药的时候，只能用针灸怎么办那我们就下次再找个时间跟大家讲，简单的讲怎么用针灸。万一真的都没有药，你还有针灸，你也只有针灸的话，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再用针灸来治疗这样的武汉肺炎。那以上这些内容，如果你要把中医学学得更扎实、更详细的话，也欢迎上我们的恒源堂中医学院的网站去做线上的学习。那怎么样去上那个网站学习的话，在我们频道里面的另外一个影片有说明。各位有兴趣再去看。OK， 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边，有什么问题欢迎留言。那另外也希望大家这个影片如果对你有帮忙的话，可以尽量分享。OK， 拜拜。